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别急着吹杨洋的理智多带感，不让江山杀青官宣杨洋演绎少年热血成长传奇。杀青特辑第1秒，话外音是龚磊饰演的长眉道人那段苍劲悠远的旁白，镜头慢扫过书院课堂的木桌刻痕，边关军营的冻土。沙场战地上斜插在尸骸间的断旗，然后杨洋的脸切入。有时候是书院少年时期那种带着点痞气的明亮，有时候是甲胄加身之后目光如铁。这个开篇画面本身其实做得不错，问题在于，当你看完这段特辑再去翻评论区，会发现一个内娱罕见的景象：粉丝没在刷恭喜哥哥杀青，而是在刷恭喜杨洋逃出升天。2026年6月5日，横店，腾讯 S+ 级古装传奇剧《不让江山》在拍了整整104天后正式全剧杀青。2月22日的开机仪式上，杨洋左手缠着医用绷带出现在所有人面前。那天的热搜词条叫杨洋手部骨折，他没有缺席开机，反而当天就投入了工作。这事的前因很简单，2026年1月底，杨洋在为《不让江山》做武术训练时左手意外骨折，医嘱给出的建议静养时间远比剧组能等的时间长得多。开机仪式那天绷带就明晃晃地缠在那儿，他自己后来在社交平台回了句骨折是一个意外，已经在恢复中了，请放心，现在的任务就是专注角色，尽全力去完成好每一场戏。话说得很体面，但绷带在镜头里有多厚，粉丝心里就有多明白这恢复中3个字的水分有多大。然后这条时间线就一路往下滚。2月23日，也就是开机第2天，电视剧《不让江山》官方账号发了一纸声明，背景是开机前后网上已经炸开了锅，传言集中在2件事，一是所谓阴阳剧本，说签给杨洋看的是一版剧本，实际拍的是另一版。男主李赤的核心高光和权谋戏被挪去配角身上。2是配角私下加戏，妆造资源分配不公。声明否认了阴阳剧本和私下加戏，说法是网上传出去的剧本截图属于未定稿资料流出，剧组已自查整改。全体演员拿到的剧本一致，且以杨洋饰演的男主李赤为核心。声明同时也提到了杨洋进组前手部受伤的事，说已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杨洋工作室转发了那份声明，没有额外加码。但声明归声明，路透归路透，整个拍摄期陆陆续续流出来的东西，左手泛红肿胀的特写，右手新增的淤青紫斑，每天12到15小时的通告单，跟已调整行程将健康放首位之间的缝隙肉眼可见。更有争议的细节是，有路透指出复工后通告单里出现了戒尺抽打左手这类直接作用在伤处的戏份，这让粉丝的愤怒从项目前景焦虑直接升级成了人身安全的底线担忧。39个粉丝后援站点联合发过维权文，不让江山停拍放人数次冲上过热搜高位。再说妆造这块的争议，作为一番男主，杨洋的李赤前期是布衣草根小李丢丢儿，粗布戏服本身没问题，人设就该是这样，但争议点在于数量和质量落差。网传男主全剧粗布造型只有寥寥几套反复穿，而同组几位配角的华服刺绣核定，制配式数量碾压式领先，截图对比图在各大论坛转了一遍又一遍，你很难跟书粉解释。一个从烂泥里爬出来的逆袭主角，前期穿的破是没错，但全剧一番的造型体量连基本轮换都不够，这到底是人设需要还是预算倾斜？观众心里自有杆秤。还有一个很离谱的插曲，开机初期有曾发过杨洋恶搞黑梗的网红被赚客串进组，千万粉丝级别的抵制一晚上把话题顶到单日阅读破8亿。
最后那人确实退出了。一个 S 加项目在还没播的时候，就因为选人和周边决策把自己折腾成这样，本身的管控混乱程度已经不需要旁人多说什么了。但这些鸡飞狗跳的表层之下，有一个更值得掰开看的东西。不让江山这个 IP 到底什么成色，值不值得一个顶流拿职业生涯去赌？原著作者之白，本名班亮，中国作协会员，拿过茅盾新人奖提名级别的专业认可。在纵横中文网连载《不让江山》，从2020年5月到2022年2月，全书1566章，约526.5万字，讲的是大楚末年天下大乱，被遗弃的小道童李赤小名李丢丢儿，被长眉道长养大无背景、无金手指，靠江湖生存智慧混进冀州四叶书院，从底层一步步行至军中悍将、一方诸侯，最终开国称帝的故事。全书的灵魂句子就一句：我本观天下，满是英雄豪杰；我在观天下，皆为乌合之众。这不是爽文里主角喊的口号，而是整条叙事的道德坐标系。李赤建构了权贵的腐烂，所以他的夺江山本质上是一个底层幸存者对旧秩序的审判。数据是硬的，纵横中文网总点击5793.7万集，总推荐311.8万集。有声剧在喜马拉雅由大斌监制，头陀渊小桃红录制，播放量破2亿次，多平台汇总口径有说破8亿的。这本书还进了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也就是说，不让江山的受众底盘不是那种只有死忠才知道的小圈子 IP， 而是真刀真枪被几亿人用耳朵听过、用时间投票过的作品。这同时也是他最危险的改编陷阱。526.5万字压到30多集，目前官方口径是32集、36集两种说法，每集45分钟左右，意味着大量支线、大量群像回合必须砍。原著里李赤的魅力恰恰在于他的非英雄态，他是财迷，是骗子，是市井生存大师，用泻药整治权贵子弟的那种刁钻聪明才是人物根骨。一旦被正统化、伪光正化，这个角色就死了。书粉文魔改二字色变，不是无理取闹，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李赤这个人最不能吃的解药就是偶像剧滤镜。所以杨洋接这个角色，本质上是接了一个必须去帅气化的任务。他过去古装标签太重，温润、清冷、军姿挺拔，下颌线能当尺子用，那些都是优势。但在李赤面前反而可能是陷阱。你要演一个吃过烂泥、挨过鞭子、算计过别人也被别人算计过的人，第一步就是让那张脸脏起来。从杀青特辑和已释出的主题剧照来看，剧组至少在服化道的粗粝感上做了功课。甲胄是用的冷调做旧工艺，不是亮闪闪的塑料感，前期布衣造型的织物质感偏糙。袖口磨损细节到位，杨洋的体态在部分镜头里放弃了挺拔站如松，会有点塌肩，有点松弛的市井慵懒感。这些细节说明有人在意人物的阶层纹理。导演费振祥是这个项目另一个关键的可信度砝码。白玉兰奖最佳导演，以《星汉灿烂》《月升沧海》等作品确立的古装质感口碑，强项在于2件事。一是把日常戏拍得不流水账书院课堂、街巷闲逛这种非高潮场景最容易暴露剧集平庸，而他能把人物关系嵌进去。二是群像调度不偏心，这一点对不让江山尤其重要，因为李赤的成长不是独角戏，是靠唐匹敌翟子路的智囊互补，夏侯卓夏浩然的琥珀同行，长眉宫磊的精神牵引，以及高希宁、周洁琼那条从媒婆专业户到廷卫军核心的女性弧光一起撑起来的。这个班底的配置思路是对的，不搞全员流量拼盘，而是把配角位置给了耿乐、宝剑锋、沙宝亮这批，你不太指望他们垮，
但你不给他们好台词，他们也懒得就你的类型化实力派，再加张涛、高海宝、陈诚做卡位填充。但反过来说，如果剧本层面真的如传言所说经历了大改和内耗，再好的演员也扛不住结构性的重心偏移。李赤必须是发动机，不能是旁白式的主视角。一旦他变成别人打架他站中间看的偶像站位，之白原著那句不如我自取之就从宣言变成笑话。出品方这边是腾讯视频加星光影业加明日传奇影业的组合，腾讯视频独播。这意味着平台侧的后期投入大概率不会抠搜战争大场面、CG 建制、调色风格这些烧钱但不决定灵魂的东西。一般 S 加及腾讯自制会给到及格线以上的预算水位。真正的风险从来不在钱，在剪辑台上的取舍。526万字砍到30多集，哪些人物活，哪些人物变成功能性工具人，全看总编剧张云霄和编剧徐玉的刀法准不准。还有一个现实层面的八卦尾巴，值得提一句，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这次杀青的舆论场这么怪。开机前不让江山原本传的男主不是杨洋，而是陈哲远方向的项目版本。后来投资升级，定位抬到 S 加，主演换江，整个项目的底盘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经历了一次推倒重来的震荡。这种级别的临阵换帅，往往意味着剧本定稿、分镜预制，甚至部分场景规划都要跟着重来。很多后来暴露出来的未定稿流出造型、赶工通告混乱，根子可能就埋在那次换挡的颠簸里。104天，横店左手骨折进场，待淤青收工。杨洋把李赤从开机仪式上那句会很努力带来更好的角色拍到了杀青那天收工的那声收工了。剧组今天同步放出了全阵容主题剧照和杀青特辑。官方给出的下一站是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